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对吧？而且争论了好久。原因是鸡是蛋源出来的，蛋又是鸡下的。哎，你说到底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那今天我们就说一下这个问题，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好，我们先说生物界的第一个蛋是怎么来的。其实蛋还有一个名字叫卵，从本质上讲，蛋就是一个有膜的容器，胚胎可以在这个容器里面生长发育，直到成熟，然后出生。那么这个有膜保护的胚胎就叫阳膜卵。哎，那如果按照这样定义的话，那自然界有蛋的生物就太多了。你看，天上飞的鸟，地上的爬行动物，还有哺乳动物都有阳膜，所以我们都叫阳膜动物，分为2种繁殖方式，胎生和卵生，对吧？但是的话，在数亿年以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生活在水里啊。当时由于环境的压力和激烈的竞争，有部分鱼类就开始尝试往陆地上发展。它们是所有陆生动物的祖先，最先出现的肯定是两栖爬行动物。虽然它们可以在陆地上生活了，但是还是离不开水。最大的原因是它们的卵还跟其他没有上岸的鱼是一样的，必须在水里才能够发育成幼体，而这幼体变为成体的这个阶段，也必须要在水里才能完成。但是的话，面对陆地上这么大的一片广阔的天地，你想一下啊，又没有天敌这么好的环境，所以有些两栖动物就想，我能不能把我的卵产得远远的，不在水里放，是不是又安全的多了，空间就大的多了啊，对吧？想的没有问题。所以在两栖动物中就出现了这个阳膜卵啊，这种卵的外面它有一层保护性的卵壳，可以防止卵的里面的这个水分蒸发啊，还能够防止一些机械的破坏以及细菌的侵害。当然里面还有一些膜，比如绒毛膜、羊膜还有尿囊膜，它们共同为胚胎的发育提供了一个封闭的一体化的生命支持系统。那么总之就是阳膜卵的出现使爬行动物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啊，这是脊椎动物进化的一个里程碑啊，是一个大的飞跃。不过的话，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阳膜卵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的猜测是 3.7 到 3.4 亿年前。那今天我们在陆地上看到的哺乳动物、爬行动物还有鸟类，都是第一代阳膜动物的后代。所以说，要说蛋的话，那出现的时间就太早了。比鸟的祖先1.5亿年前的始祖鸟还要早这个将近2亿年的时间，对吧？那你说这鸡是怎么来的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鸡出现之前，鸟已经会下蛋了。当时可能是2只长得像鸡但不是鸡的鸟啊，我们现在称它们为原型鸡。它俩在繁殖后代的时候，基因就出现了一点这个小小的突变，然后就下了一个蛋。这个基因突变的蛋就是鸡的开始。那么从这个层面上讲，就是先有鸡蛋才有鸡的。意思就是说，当时世界上还没有鸡，但是有一种鸟，它长得像鸡，叫原型鸡。它们在繁殖的时候，基因就出现了突变，一代又一代慢慢的累加，这突变慢慢的累加，然后就下的蛋就越来越像鸡蛋了。当然，孵化出来的后代也越来越像鸡了。所以最后这个鸡就出现了，对吧？所以结论就是，虽然基因突变是一代一代慢慢累加起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只真正的鸡是从某一个累积了很多突变的蛋中这个孵化出来的比如说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尼尔泰森在推特上就写道：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这个蛋是由一只不是鸡的鸟下出来的意思就是先有蛋才有鸡的。不过你也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本来进化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原型鸡在演变的时候，它的蛋也在演变，它俩是同步的，谁也不知道这个蛋啥时候就变成了鸡蛋，谁也不知道这个鸟它啥时候就变成了鸡所以说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对吧？因此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在科学上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啥意思更多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家鸡的祖先又是谁就是生活在中国南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红原鸡，它是恐龙的后代。这个野生的品种现在还有在我国是二级保护动物。就是说，在8000到1万年之前，它们有一部分就走出了茂密的丛林，和我们人类发生了交集，然后就把人类驯化成了现在的家鸡。那现在也有证据表明，家鸡的起源可能稍微要复杂一点比如说许多母鸡腿上的黄色的皮肤的这个基因来自于灰原鸡，这就说明在进化的过程中，红原鸡和灰原鸡之间还发生过杂交。但不管咋样，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鸡是从我们亚洲走向全世界的现在已经征服了全人类的胃。好，那这个问题这样的，我是理论科学，点赞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